大家好，这里是 IT Commander。本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利用 Home Assistant 控制斐讯 DCE。大家都知道，斐讯的官方服务器已经倒闭了，它的产品现在都已经不能用官方的服务器控制了，官方的 APP 和服务器都已经不能用了。网上有很多大神呢编写了一些插件，我呢照着大神的做法，已经成功的把插座和 Home Assistant 连接起来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关闭，大家看斐讯的插座，这3个灯全灭了，然后我依次把它打开，看第一路的灯亮了，第2路的灯亮了，然后最后一路的灯也亮了，然后这上面是个总开关，关闭，全部关闭，打开，全部都打开，而且当前电压和当前功率都是可以正常显示的。我们用 Home Assistant 可以成功的把斐讯 DCE 救活，然后这个很便宜的斐讯 DCE 的做工是非常好的，非常超值的，这个产品非常超值。我现在就带大家做一下如何让 Home Assistant 控制我们的斐讯 DCE 插排。我们现在回到电脑，还是老规矩，首先呢，我们打开我的网站，然后呢，我跟着这期视频呢发布了一篇文字版的教程，然后呢，我们只需要4步就可以把这个插座完全的配置进我们的 Home Assistant。第一步呢，我们是要做域名的解析到你的 Home Assistant， 然后呢，有一些网友把这一步叫做 DNS 劫持，其实不是很准确，应该叫域名解析。我们只是在内网把这个域名解析到你的 Home Assistant 的服务器上。我们现在复制下来，打开一个 CMD 窗口，我们拼一下这个地址。这个地址呢，应该是个公网地址。然后呢，这个地址呢，现在它的服务器已经关闭了，所以呢，我们已经没有用了，所以要把它这个地址指向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并不是公网这个地址。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把 DNS 重新做一个指向。我现在呢，只有一个 ROS 的路由器，所以呢，我现在用 ROS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打开我们的路由器，我呢是 ROS 路由器，我现在用 ROS 路由器给大家演示如何操作这一步。首先我们选 IP DNS， 右边有一个 Static， 然后点进来之后选加号，把刚才的那个域名复制到这里，然后这里面呢，我们把 IP 地址写成我们 Home Assistant 局域网的 IP 地址，也就是说你 Home Assistant 的局域网的地址是多少，这里就写多少。然后我们点一下 OK， 然后这里边生成了一条 A 记录，这条记录呢就把这个域名指向到了这个地址。我们来验证一下，现在我已经连上了我的 Home Assistant 的树莓派， Home Assistant 运行在树莓派上，然后我拼一下刚才我们那个地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大家看它就已经拼这个地址就变成了 10.10.10.195 了。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因为我们的插座 DCE 的插座连接之后呢，它连上网之后，它会自动找这个斐讯的服务器。斐讯的服务器是这个域名，它是通过域名找的，但是服务器我们有应答了，所以我们把它指到 Home Assistant， Home Assistant 会给它应答，所以从而达到一个可以控制的目的。那我们回来看第2步呢，是下载一个安卓版本的 DCE 网络配置工具。这个工具呢，我们需要找一台安卓的手机或者安卓平板去装一下，因为这个工具是相对简单的，所以我没有在计算机上教大家一个 UDP 发包的一个操作，那个操作相对复杂，所以呢，找一个安卓手机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下载完这个软件之后呢，这是一个 APK， 我们安卓的 APK 安装之后，大家摁住斐讯 N1 的开关，长摁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 WiFi 那个灯快闪。当它快闪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一个 WiFi 信号，它的名字是这样的。大家看这张图，后几位也许跟我图上是不一样的，这是正常的。
我们用我们的手机呢连接上这个 WiFi 信号，这个时候你是没有互联网的。然后我们打开刚才安装的那个软件，软件上面有几步提示，也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域名解析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可以先忽略掉。这个时候我们把 WiFi 的名称和密码填进去，点一下配置。点完配置之后，软件会返回我们一个成功或者失败的信息。我们回头再看这个插座，我们 DC1 这个插排上面的 WiFi 灯应该跟刚才闪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它应该是慢闪。慢闪它应该是找不到服务器，没关系，我们只要从快闪变成跟快闪不一样就 OK 了。那我们进到下一步，下一步是第3步，我们下载这个插件。这个插件呢，我们把这个插件放到点 Home Assistant 点 Home Assistant 杠 Custom Components 下边，这是一个自定义的第三方插件。我们把这个插件放进来之后呢，底下按照这个配置调用这个插件。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呢直接从树莓派上下载，我用 wget 下载。其实大家可以用任何方式把它传进去。好，下载完了，我们 LS 看一下啊，这里边已经出现了我们这个压缩包。我现在把它解压，解压之后，我们看到多出一个目录，这是一个被解压的目录。然后我们根据刚才的提示，把附件放到这个位置，我们只需要 move 这个文件夹到点 Home Assistant。点 Home Assistant Customize Components Customer Components 回车。这个时候我们进到这个目录里看一下，大家看这个插件已经成功的移动过来了。然后呢，我们就是进行下一步配置了。下一步配置是增加配置文件，我们要把这一大堆文字复制到我们的配置文件的最后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插件呢支持一个或者多个 DC1 的插排，所以呢，我给大家了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个 DC1 插排的例子，然后下面我们往下翻，这边还有一个2个 DC1 插排的例子。如果是2个 DC1 插排呢，这边就会有2个 IP 地址。我们现在用一个的演示一下，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复制下来。复制下来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树莓派。好，我们进入到 Home Assistant 的配置文件目录下。我敲 PWD 给大家看一下 Home Assistant 配置文件路径。如果按我的教程来做的话，一般都是这个路径。我们进入了这个路径之后呢，我们 LS 看有一个 Configuration 的配置文件，我们首先要把它备份一下。我们敲 Move， 敲 Copy 吧 ，CP Configuration 用 Tab 补齐，然后 Configuration 点 Back 1，因为我刚才已经有一个 Back 了，所以我也 Back 1。然后我们把这个 Configuration 文件删掉。删掉之后呢，我们敲 Nano Configuration 点 AML， 我们把刚才那些命令全都贴进来。刚才那些配置全都贴进来之后呢，这个位置的 IP 地址改成飞讯 DC1 的 IP 地址。我们按 Ctrl X， 然后按 Y 回车，保存之后，我们用 LS 看一下，这个文件现在在这儿。下面我们重启一下树莓派。当你的树莓派重启完毕之后，
你打开 Home Assistant 网页，就应该可以正常的控制你的 DC1 插排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记得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更新的通知。谢谢大家收看。